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樱桃跟塔罗占卜频道。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啊，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6月份了嘛，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2025年的下半年里面，你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奇迹，或者是将会迎来什么样的好运呢？好，那这一次的占卜啊，也是3个选项，那现在就让我们一张一张的来看。这一边是我们的选项1，选项2，选项3。好，那这一边呢，就是这一次的3个选项。那大家按照自己的第一直觉选择好之后，我们的占卜就要开始咯。樱桃梗占卜现在开通会员哦，那在会员的影片里面，我会为每一个选项多抽1张牌卡。那这一张牌卡可以是具体的事件，又或者是具体的指引。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我把链接放在资讯栏里面，大家可以去看看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选择到第1组的朋友。那选择到第1组的你这一张牌卡告诉我们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它会告诉我们的是你的内在是有光亮的。这张牌卡会告诉我们的，就是我能想到的这一个场景，在下半年的时候，你的光亮会照耀到你所有身边的人，会照耀到你身边的环境，包括说那一些可能对你不是那么熟悉的人，这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觉得你在下半年的时候可能会进入到一种教育者或者是说教育家的状态，不一定在讲说你一定要去教育别人这种感觉它其实更加会像是你会有一种分享的欲望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得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它其实也有可能是在说大家会想要听你的分享，然后大家会想要听你说话。这张牌卡会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你的内在是充满着智慧的，然后你的整个人生是充满着经历的。他会说的是在下半年的时候，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机会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机遇，这一些机遇和机会对于你来讲都是让你可以更好的去分享你的智慧。我会看到的一种情境你在看到这支占卜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有一个还蛮明确的感觉，你会感觉到的是你身边会有很多的人会想要问你怎么办我这件事情怎么办，然后这句话要怎么说，这个事态要怎么样处理。你会听到很多的人会询问你，因为他们觉得你的身上是有解法的，他们觉得你有能力说出来一个让他们觉得很有智慧的解法。而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种状态会有点像是在说，你通过看别人的故事，你通过看别人所提的问题，你从中间找到了一个核心，你从中间找到了一个有点像是一个全部的解法。它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一边的感觉它其实真的会让我觉得是你看到别人的故事之后，你整理出来，你会整理出来一套经验，整理出来一套经历，就是在别人的故事里面，你会看到说这一类人他可能会反复的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另外的一类人呢可能会比较容易需要哪方面的帮助之类的，你会整理出自己一套的逻辑和哲学的想法，而这一个就会是你下半年与大家分享的。而且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很棒，比方说这种感觉有点像是你要是在 social media 里面的话，去分享一些你的生活上面的小智慧，又或者是说你生活方面的一些点滴，为你身边的人带来能量，带来力量，我觉得这些都是超级超级适合你做的。而你本身当你抽到这一张牌卡我觉得你可能也有在想，或者是你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规划，只不过说还没有具体来实施。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有这么对应的话我真的是会觉得下半年从现在开始就是你慢慢开始实施的时候。那这一张就是你所抽取到的牌卡。接下来首先是这一张，
这一张牌卡你知道吗，在这一边我觉得最棒的是你在下半年真的很适合，真的觉得超级的适合走到公众的视野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因为你会很容易的跟你身边的人产生共情，然后很容易与他人产生一种连结感。我觉得这一个也就是为什么你很适合走入到公众的眼球之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我们这边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境，我也真的会很想要来告诉你的是，如果说你心中有一个想法，有一个规划，你想要做跟公众相关的一些事业的话，我觉得现在会是一个超好的时机点。比方说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分享你的日常生活的小常识，又或者是说分享你对于某些事情的态度和想法，你会开始发现说你在6月份的时候开始去做这些事情，慢慢的你会引来那一些跟你志同道合的人，那一些真心的支持你，或者是真心的认可你理念的那一些人。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这一张牌卡。我觉得是一张很 powerful 的牌卡，是一张很厉害的牌卡，而它是在讲说你与他人之间产生了共情了之后，你会从他人那边得到更多的资源，或者是说得到更多的支持。而这一个一方面来说你自己本身，我觉得你自己对于人生、人心还有人性的部分是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的，然后是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一套想法、自己的一套认知的。所以你也会很清楚的知道在跟不同的人打交道的时候，要怎么样子快速的与他人之间产生连接。我觉得这一些都是你的能力，或者是说这一些都是你与生俱来的能量，而这一些它会帮助你在下半年的时候发光发亮。这一张牌卡，我觉得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现在是可以开始去规划，或者是说开始去计划的时候。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我真的是有一种还蛮明确的感觉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讲想要去完成的这一个事情，也有可能我们这么样子来说吧，你看我讲到这边，我其实真的会觉得你们的这一组牌卡目前让我看到已经是信息量十分的巨大，因为我会看到的是有点像你会半推半就真的是半推半就的开始进入到公众的视野里面，你会半推半就的开始吸引到更多人的关注。这种状态有点像是回到我们前面所说到的这个情景，它真的是很像，比方说你在过去你也在想说我其实可以开一个属于自己的频道，或者是说开始去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心得之类的。那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很棒那可以找到一些知音。那如果说大家可能想法不太一样也没有关系，我自己觉得还蛮快乐的去分享这些事情。我觉得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像是这种感觉，然后无意之间你的频道或者是说你的分享越做越大，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吸引到更多的人，然后有更多的人可以开始产生互动，然后你开始会发现说这个规模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之后，你就会需要花时间出来整理，然后你就会需要花时间来编排你接下来的一些 po 文，又或者是说接下来你想要说的一些话，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这边整体也会看到的是下半年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可能不会在短时间之内有一个很快速的成长。这一个事情吧，就是需要慢慢的去经营的。那这个经营它主要的就是来自于你与他人之间的连接。所以我真的都会觉得你可能本身也是一个十分亲切的人，就是本身大家看你就会很想要去接近，那再加上你说的一些话，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来讲也是因为你真的是一个很有同理心的人。所以在遇到很多的一些状况或者是很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说出来的话就是让人家听得很舒服就是会让人觉得说哇，你有懂我你有明白我的处境。我真的觉得跟你讲话是一件让人的身心灵都可以得到疗愈的事情，我觉得你就是具有这样子的魔力的。接下来的是这一张牌卡在这边就是牌面上面所显示到的你会身兼数职，这个部分是不是就是我们前面盘面上面有提到的这个状况？你一个人可能要规划很多的东西，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你的兴趣爱好，这就是觉得哇，我这件事情让我自己很愉悦，让我自己觉得很快乐，那我就做做看。那之后的话，你会开始变得越来越忙。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它其实是可以放在
各种各样的你个人自主的事件之上。比方说你如果说你今天是想要自己出来创业的，你有一些产品，有一些商品是你想要去卖的，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商品这个产品很好，我自己也很喜欢，我也觉得说这件事情会对我的人生，我日常的生活会带来帮助，所以我想要分享给大家。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哈，你把这个东西开始介绍给你身边的人，慢慢的你的订单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找你，那所以你就不得不要就是去做一些整理，对不对？就开始有一些规划，然后要有就是让你可以一目了然一些账目啊，或者是进货啊，或者是联络啊之类的一系列的事情，你就不得不去花时间去弄。在这个过程之中，你要身兼数职，会有很多的一些事情是你需要去处理的。总而言之，我们讲到这一边是一个扩散的过程。无论说你今天是在做的是工作方面，或者是说是你事业方面，又或者是你人生生活方面来讲的话，我看到都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而且你要身兼数职的过程，所以你会变得很忙。但我们要这边讲的是，这一个忙碌它其实是会为你带来很大的喜悦的，同时它也会为你带来很大的成就感。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重点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的事件，其实你可以改变很多人的人生，你可以帮助很多的人重新找回阳光，重新找回希望，然后重新找回疗愈的感觉。所以这整件事情虽然说很忙，但是对于你来讲是很有意义的。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本来你就是因为喜爱这件事情，然后想要去尝试看看，接着订单越来越多，越来越忙，所以你其实也从发自内心的会觉得自己所喜欢的人事物是受到认可，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接下来的是这一章，我觉得这一章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到的这一个状态啊，我觉得你会开始扩张或扩散。什么意思呢？让我们这边来解释。接下来你的员工可能就会开始加进来了，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爱好嘛，而且我觉得这一张牌卡它真的是讯息量超级大。那比方说它也有可能会像是那一种，因为你抓到了消费者的心理，有点像这种感觉，你知道了大家的需求，因为你看到了大家的需求，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可行，所以你开始大量的投入了之后，你会开始发现它真的可行哦，那你会有更多的关注。两张牌卡在这边，我觉得它会有一定的关联性，也就是在讲说你会开始进入到一个公司的状态。公司代表什么？你开始会有一些员工，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呢是人数比较少的，但是我能看到的它是一个扩张的过程。但是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说的话，你还是会有主要的事情还是由你在处理，所以你还是一个很忙碌的状态。这张牌卡它多多少少也有一点提醒的意味在里面，所有的事情要规划的井井有条，一定要有条规，然后每一件事情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界限。如果说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混浊在一起的话，可能会为你的日后带来一定的麻烦。所以有些账单啊，或者是说有一些，虽然说你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与他人产生连接，但是在背后的一个运行，它必须是要干净的、有逻辑的，然后要很清晰的，这样子的话才能帮助你长时间让这个事情持续下去，才能帮助你说这个事情会有一个长久的进展。这个就是盘面上面所看到的。那我们这一边接下来这一张哇，在这一边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如果说就是这件事情你已经累积了很长时间了，现在就是去做的时候啊，现在就是完成你心中的想法，然后完成你心中的对于这个事情的期待的时候，你不用再想这么多， Go for it OK，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张牌卡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无论说你的心中现在想要去建立的是什么，想要去完成的是什么，但是我们要讲一点，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它整个进程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
而且你在中间真的是要身兼数职哈，这个部分也有讲过，而且所有的事情它需要有所规划，然后所有的事情需要有所计划，整个过程可能会有一些辛苦，但是对于你来讲，这个就是你一直想要去完成的事情，一直想要去，我觉得不是说去尝试，而是它真的会有一种慢慢的，你在过去有意无意所搭建起来的人脉关系又好，地基又好，它会是一个慢慢的开始让你看到，哦，这个东西可行哦，诶，那我做做看，那我尝试看看，那我了解看看，更加会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无论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真的会觉得6月份对于来讲是开启的时候，是一个开启的月份，然后是一个让你发自内心的开始感觉到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开始助你一臂之力，然后所有的事情似乎好运是朝着你这边走过来的。因为这种状态有点像是什么哈？你会有更多的人希望听到你的声音，会有更多的人然后希望听到你的建议，就是说所有的状态加持之下，会让你觉得说，诶，说不定如果说我通过影片的方式，或者是通过网络的方式可以帮到更多的人，就是他会给你带来这个灵感啊，同时间你也接受了这个方式的话，这个事情它就会开始慢慢的开启。所以我觉得真的会是一个很喜悦的过程，对于来讲是一个慢慢的开始发现，哦，原来我有这方面的强项，我有这方面的能力，原来我可以做得这么好。这一张牌卡，我觉得再结合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觉得全世界就是这个宇宙，它都在不断的在给你加油打气不断的在告诉你，你不要害怕，你往前走，你不要害怕，你大胆的去做尝试。这张牌卡就是牌面上面所说的保护，你是受到保护的，你是受到支持的，你真的不要害怕说，哦，这件事情做起来到底能不能成功，或者是说这件事情做起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后果。我觉得这个事情一旦你开始开启，因为你本身已经有你所就是支持你的人，就是你已经有一个基础在那一边了，你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搭建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会有很多的人，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一些爱你的人哦，那一些愿意过来支持你的人哦，那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爱你哦，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支持你。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啊，你们应该也知道吧，你们也会知道的是，你们身边会有很多人是完全的站在你这一边的。所以无论如何你的场景就是我所看到的，你所在的场景就是一个被保护的状态，一个被爱着的状态，然后一个被支撑起来的状态。所以6月份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大事是想要开启的，有什么样的事情是想要做尝试的，有什么样的事情是想要扩张的，我觉得都是可以尝试看看。换句话来讲，你不去做尝试，这一些事情最终也会找上你，它也会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因为你很棒，你很厉害，然后你会知道怎么样子给予不同的人不同的建议，所以慢慢的你不会需要主动的去找别人，而别人自己就会找上门来。这一张的牌卡在这一边来告诉我们的就是一定要听从自己的直觉。我觉得讲到这一边，我还是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我真的是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你们其实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自己想要尝试的事情，又或者是自己接下来的下一步要怎么走，接下来的人生要如何的去规划，接下来的人生要如何的去开启，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那我们讲到这一边的话再结合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部分，我真的是会觉得所有的一切说实在的是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的。或许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你现在你当下还没有这种很明确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只要你一旦踏进了这个场景，或者是说一旦踏进了这一个状态之后，你自然就会很清楚的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而准备好的。因为我真的是会觉得你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情况下，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看起来好像就是瞬间
当下的决定，但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方面是来自于你的内在的指引，内在的声音给予你的提示，然后内在的声音所告诉你要去往的方向，更多的像是这一种。而这一系列的事情，就像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它会为你打开新的世界，然后它会帮助你去做有利于你的决定，而让你是在一个完全受保护的状态里面。这个就是盘面上面所看到的讯息。接下来这一张，保持幽默的心态，保持幽默的心情。这张牌卡在这边出现的话，它真的会告诉我们的是，很多的事情，如果说我们保持着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状态，又或者是说比较轻松一点的心情，所有的事情可能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困难，也不会像想象中的难以突破。我觉得这个就是牌面上面所告诉我们的。那它真的会是想要来告诉你的是，其实人生中会有很多的地方，一些小的幽默感，或者是说一些小的喜悦，它都会成就你的每一天。好，这个就是牌面上面所看到的。那它会告诉我们的是说，在遇到很多的一些状况的时候，你是需要自我调节的。因为像我们前面所说到，你又是一个很会共情的人，直觉性又是超强的人，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别人所看不到的，有的时候你可能会不想要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有一些情绪上面的负担，又或者是说情绪上面的一些认知，这些部分来讲的话，就会需要你用你的幽默感把它们一一的打破。这个牌面上面所传达出来的讯息就是这么的明确。所以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啊，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从6月份的时候，你们的人生就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很忙碌也会很愉悦。 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一组牌卡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樱桃梗占卜开通会员咯，那在会员的影片里面，我会为每一个选项都多抽一张牌卡。那这一张牌卡可以是具体的事件，也可以是具体的指引。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我把加入会员的链接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大家可以去看看哦。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选择到第二组的朋友。那选择到第二组的你你所抽取的这一张牌卡它会告诉你的是，所有的魔鬼都在细节里面。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的表达方式。我也会觉得说，你会在下半年的时候迎接到各种各样的小确幸，而且真的会经历到各种各样的峰回路转的事情。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它看起来已经走到死胡同了，已经看到没有办法，就是它没有办法再转弯，也没有办法再有一些新的突破。但是你一转身，你会开始发现说，不对哦，那一个细节，或者是说那一个点，好像还是有余地的，好像还是可以扭转的，因为被你所发现，被你所看到，那所以你采取了行动，你采取了行为，从而让这个事情有天翻地覆的扭转。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你在6月份的时候，你会开始觉得有些事情正在开启，开始产生希望。我们必须要这么样子来讲，可能讲话会比较直接一点点，它会让你有一种像是过山车的感觉，起起伏伏的感觉，然后让你会觉得有些事情似乎没有定论，也有些事情也不会有定论。就是所有的事情让你产生绝望感之后，又产生希望感，又产生绝望感之后，发现又行得通，可能会出现像这种比较不知道该如何的快速平复心情的状态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不需要那么担心。之所以不需要这么担心，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件事情它不会彻底的完结，这个事情它并不会彻底的结束，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它可能会是一个时好时坏的事件。
有点像是这种情形。那么这一个时好时坏的事件呢，它会为你带来的是更多的挑战性，的确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但是这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到了最后并不会导致这件事情的失败，是通过这样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你有点像是化身成侦探这样的一个角色，从细节里面找到突破口，而且这一个对于你来讲会是很大的成长，内在的成长，内心的成长，又或者是说对于很多的一些事情的认知的改变。我觉得我们换句话来讲吧，下半年对于你来说会是一个突破自我的时候，也很锻炼你的观察力，然后也很锻炼你的应变能力，你也会面临到或者是要去面对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挑战，而这样的所有的一些事情，它会让你变得更加的坚强，会让你变得更加的棒。那么具体的事件，让我们接下来抽取更多的牌卡来看一下。这一张是不是就是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点像是过山车的一种感觉，对不对？而且这张牌卡也会告诉我们的是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我觉得下半年对于你来讲真的是充满了戏剧化，本来不行的事情，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因为你抓到了小的细节，你抓到了一个小的事件，它又可以了。本来已经没有希望的，好像又可以尝试看看。然后特别是本身这件事情刚开始的时候是针对你的，你会觉得说天哪，我现在要怎么办？突然一下这个矛头就转向别人了，就是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让你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各种各样的会让你觉得你一定要准备好，接着来迎接各种各样的一些突发的事件。我们这么听起来感觉上面是会有一些疲倦，感觉上面真的是还蛮累的。下半年其实我们这边再仔细的想一想，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下半年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很棒的自我突破的时间口，然后也是一个很棒的自我创造、自我创建的一个时间口。而且在下半年的时候，我觉得你的人生的经历会是十分的丰盛的，十分的丰富的，你不会就是没有是一样的日子，每一天都是充满着惊喜，每一天都是会有一些让你觉得莫名其妙，但是会觉得蛮有趣的事情发生。好，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那我们接下来这一张在这一边，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有一点清晰了。桃花，好，我觉得你的关键字在下半年就是桃花。会有很多爱慕你的人，我们这边要讲会有很多爱慕你的人，但说实在的目前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当然之后我们还会再抽牌卡，可能这个状态会有一定的改变，但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感觉更加会像是你会有很多的雾水情缘，会有很多暧昧的关系。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说的话，似乎也不是那么渴望一个确定下来的感情关系，一个稳定下来的感情关系。因为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说的话呢，你也是会觉得很多的事情是你想要去尝试看看的，有很多的事情的确是你自己也会想要去做做看的，然后想要去挑战看看的。那感情不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你也没有想要去控制好感情，也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还蛮明确的讯息。而且我们觉得这一张牌卡我真的也会看到的是，会有很多的人主动的向你示好，然后很多的人主动的向你表达他们的感觉，然后他们的感情，然后他们对你的爱慕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十分清晰、十分明确的讯息。那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当你看到这一组牌卡的当下我觉得真的会有一种感觉，觉得你似乎已经开始有一些爱慕你的人，然后在你的身边，然后有一些喜欢你的人，对你有极度好感的人，他们可能就已经向你开始示好了。你可能会觉得在近期开始慢慢的你会觉得莫名其妙，你会觉得这些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你在下半年的人生的旅程的其中的一个部分，也需要留意的是如何的来应对这一些人际方面的关系。这一张OK，
好，这一张真的是十分的清晰，好，十分的明确。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哇，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有一点，因为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你真的没有就是你没有说要去吸引人，我们就是这么直接的来讲，然后你也没有觉得说想要进入到一段感情关系。为什么会这么讲？这张牌卡会让我看到的是，你想要的是个人成长，你想要的是自己个人的独立性，而且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多一个人其实是一个还蛮累赘的事情。然后它可能会破坏你现在的平衡，因为感不感情，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真的没有那么的重要。对于你目前的状态来讲，也没有觉得说一定要去找一个伴侣之类的，你会更加在考虑的事情是自己如何成为一个更加独立的人，各种各样的方面的独立，可以是经济方面的独立，性格方面的独立。但是呢，你真的会有一种感觉，你会觉得自己想要的，还有这个宇宙它给予你的，是会有一些格格不入，甚至会有一些冲突的。这一个部分会从6月份的时候开始有所发生，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也会越来越清楚的知道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这么样子来讲吧，在下半年对于你来讲会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会是一个开始建立更加强烈的自我认知的过程。在过去你在做决定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在看待某一些事物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考虑到的是别人的感觉，或者是说别人的感受。特别我这边让我看到的是，特别是你在过往说话的时候，会让人有一种暧昧不清的关系，但是对于你来讲，你可能就是比较有礼貌一点点，比较考虑别人多一点点，然后讲话不想要讲到那么死而已。但是慢慢的，我觉得在下半年的时候可能会经历到一些事情，就是这个事情有一些 drama 它会让你真的觉得说，天哪，我干嘛要为难我自己？我为什么要为别人做情面，让自己那么的辛苦？这一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还蛮清晰的讯息。接下来的话，你会更加的花时间在自己的身上，就是连接到这样的一张牌卡，会更加的想要知道的是自己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对于自己本身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对于自己本身来讲最能为你带来幸福和喜悦的是什么。慢慢的你会开始发现，并不是人际关系的这一些人，是你自己本身对于自己的认知，还有自己的独立性。这所有的一切我真的会觉得在下半年的时候，你会有很多开悟的瞬间，结合到你所抽取的这张牌卡，在所有的事情的小的细节里面，你不再得过且过，然后你不再说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关系啦，没有问题啦，然后这个事情我只要是不要那么的在意的话，也不会产生伤害之类的。之前可能就会是那一种觉得这个事情说出来别人高兴别人开心，那我委屈自己一点点的话也还可以啦。但是慢慢的，你真的会开始觉得是内在的成熟，内在的光，还有内在的自主性开始慢慢的体现出来。特别是在下半年的时候，你会开始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你会觉得我为什么不能爱我自己多一点点，我为什么时间不能留给我自己多一点点，然后为什么我不能照顾我自己多一点点。这个就是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接下来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结合到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我觉得会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呢，有点像是这种感觉。我们换句话来讲，我觉得你可能目前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完成的事情，你很清楚的知道这些事情是你一个人按照目前的能力或者是目前的状况来讲的话，不太容易实现的几率实现的可能性可能没有到那么大。然后你也知道说你会需要跟别人合作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让这个事情有个不错的开始，然后有一个丰富的资源，大致上面会有点像是这种感觉。那这个时候也的确会有很多人向你伸出援手，像我们前面盘面也有看到的的确会有很多的人来告诉你说我觉得这个合作这个样子，这个企划案会很好，而且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怎么说需要你做判断的地方吧，应该是直接来讲有点像是这种感觉。他会有点像是在讲有些人他可能是带着善意来的，但是他不一定会达到你所期待的结果之类的，有点像是这种感觉。还有一些人然后他可能会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加的糟糕，
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我觉得牌面上面所告诉我们的是，你要慎选你的合作伙伴。在下半年的时候，有些人他的确会为你带来一些不错的影响，然后有些人的确会为你带来一些很正向性的，甚至会让你觉得很有趣的一些互动。但是这一些人他可能并不会为你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不知道这么讲有没有把它讲得比较清楚，因为我真的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接下来在下半年的时候会有很多需要判断的地方。一方面来讲的话，是你要如何的保持你自身的平衡性，你要如何的照顾好你自己本身。然后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你要如何的来选择那一些跟你合作的人，你要如何的来确定这一些跟你合作的人，然后他们是真的是要来帮助你的，然后真的是欣赏你的。而这所有的一切，回到我们前面所看到的牌卡，就是在讲这所有的一切隐藏在细节之中，在每一个很细微很细小的地方。所以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请你一定要清晰的看待你周边的环境，然后要清晰的来理解你周边的环境，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你做出更加好的判断。接下来这一张牌卡，我觉得在这边出现真的是很符合到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些状况它就是在讲说，当你有不懂的事情，当你有一些不太确定的事情的话一定要去找更多的一些资讯。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6月份对于你来讲是一个很心情上面来讲的话可能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辛苦，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感触，会有很多的一些感悟，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是你不懂为什么会发生，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个样子，你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很复杂的一些想法。那这一些想法它其实是会帮助你的，它其实是会为你好的，然后它其实是会为你带来更多的资讯，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对于所有的事它有一些更加清晰的了解。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它有点像是双方性的一方面的这个状态，像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它的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你周遭的环境让你的内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感悟，而你内心的感悟产生之后，你看到的环境又变得不一样。觉得这个就是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它会告诉我们的是，你会从你的过往彻底的走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这张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太明确的讯息。我觉得经历过下半年之后，你整个人生都会变得不一样。你整个人生跟你的过往，就是这种感觉像是什么像是你过去认识的那些人，然后在你明年再去见他们的时候，中间如果有段时间没有再联络，而且这些人他们又不知道在你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他们会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大的改变，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而且这张牌卡我真的是会觉得，你会跟你过往的生活状态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这个部分也是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有可能你对于人生的认知改变了，可能你身边的有一些事态让你对于某些事情的态度和想法改变了，这所有的改变全部叠加起来，它会让你觉得说你的过往真的过去了，你现在是一个崭新的人，你接下来将会成为一个崭新的人。而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它是会为你带来喜悦，为你带来幸福，然后会为你带来很多的一些新的想法。甚至我会有一种感觉，我会觉得当你看到你过往的时候，你会很不理解你过往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然后你过往为什么会有像这样子的想法，过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态度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太清晰的讯息。所以我真的会觉得脱胎换骨的那个人就会是你的本身。这
这一张牌卡哈，在这一边，我觉得跟我们前面的这一张是有对应到的，因为我们前面在讲的就是一个独立性嘛哈，自我性，然后自我认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方面，而这张牌卡它所说的就是一个界限，所以请你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要很清楚的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的追求是什么，怎么样的人事物才是最适合你的。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的过程。还记得我们前面有在聊到的是说，可能在过去你更加考虑的是别人，更加考虑的是不断的让你自己本身退让，然后呢，让别人就是别人有在享受到，又或者是在讲说你有所牺牲，是让整个事情看得比较平静一点，或者是说让整件事情看起来比较顺一点，那你是可以成为牺牲的那一个人。但是我觉得这所有的状态都正在改变，慢慢的，你会开始真正的看到你自己是谁，真正的意识到你自己是谁，真正的了解到你自己的价值，然后你也很清楚的知道你的价值，它会让你去挑选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为你的合作伙伴。这个就是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一定要把持住自己的底线，一定要知道自己是谁，一定要认可你自己是谁的这件事情。所有的这一系列对于你来讲都十分的重要，因为这所有的一系列它才是真正的来定义你，它也会帮助你去注意到每一个小的细节，才会让这些细节最后成为服务于你自己本身的关键。这一张，请勇敢，勇敢做自己，勇敢的成为自己，勇敢的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把自己的态度说出来，把自己的声音说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我真的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我不知道如果说我讲到这一边你都觉得是还蛮对应到你的话，我真的是会觉得接下来的几个月份吧，下半年的时间喜怒哀乐，你人生都会走一遭，之后你会更加了解你自己，然后更加看到你自己的可贵性，然后更加的了解你自己。所以这一个过程可能会有点辛苦，可能会有点痛苦，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你会更加的爱自己，你也会更加的知道自己是谁，你的价值在哪里，如何的让自己的价值可以有更好的体现。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所有的讯息。如果你喜欢我的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樱桃梗占卜现在开通会员哦，那在会员的影片里面，我会为每一个选项多抽出一张牌卡。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我把链接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大家可以去看看哦。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选择到第3组的朋友，选择到第3组的你这一张牌卡，它会告诉你的是听到你自己内心的指引，又或者是看到你自己内心的声音。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你会很清楚的知道哪一些人事物是可以开始收割的，有哪一些人事物是属于你的，是可以跟着你一起回家的。这一张牌卡我们从牌面上面来看，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一个人拿着这一个镰刀，那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在讲的是收获、丰盛和丰收的意思。我觉得这一个就是给你的一个很重要的牌卡。那代表的是说，在下半年的时候，你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开始丰收，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掌握在你的控制之内的，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我们从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一张牌卡它其实也会告诉我的是，在上半年的时间里面，你们在做的就是不断的耕耘，然后不断的在付出。那么在下半年的时候，因为你之前的耕耘，因为你之前的建立，因为你之前的建造所以你现在的整个状态变得越来越好，然后整个状态也会变得越来越成熟，所以在下半年的时候你才会有所丰收，
所以在下半年的时候你才可以有所丰收。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我觉得再明确一点点，这个感觉就有点像是在讲说，你上半年的时候是播下了种，有些事情是你想要去做的，你想要去完成的，然后你想要去尝试看看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上半年的时候你的耕耘是十分的勤劳的，而且你会觉得说播种的这件事情是十分重要的，有点像是你埋下了一个理想，埋下了一个目标，然后朝着这一个目标不断的前进，朝着这一个目标不断的奔跑，更加会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接着在这个环境之外，你就在等待在这个状态之后，你就慢慢的在等待，所以到了下半年的时候，你会开始发现说，有些事情它开始发酵了，甚至有一些种子它已经长出了成果了。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可以开始收割的时候，可以开始享受你之前的付出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张牌卡所告诉我们的。所以这张牌卡它其实是一张很值得喜悦的牌卡，就包括说画面的这个颜色它都是十分的鲜艳艳丽的，而且这一个人的整个状态就是一个开放的状态。我们这边所说的这个开放，我其实是想要讲的是像花一样盛开的状态，而这一个就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个，我觉得是最美好的，而且是最让你觉得欣喜的状态。但其实我们要来讲的是我也不觉得，说实在的我不觉得说这个收获或者是这个事件是让你觉得很惊讶。就比方说你可能会觉得之前有种下的种子，没有想过它要发芽，也没有想过它可以发芽，它现在就是发芽了。我觉得不太像是这种状态，而是对于你来讲你做的每一个步骤，或者是说你的每一个规划，你的每一个计划，全部都是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的，你有严格的去把控，你有严格的去把关。这个感觉有点像是什么呢？就像是在讲说，你不是说把这个种子丢下去，然后你就不管它，然后就不理它，你的状态会比较像是在讲这个种子丢下去之后，然后你要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给它换一个更大的之类的，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更加会像是这一种。所以在下半年的时候，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收获，又或者是说当你有这样子的丰收的时候，说实在的，你不会觉得太惊讶，反而是会有一种欣慰的感觉，是会觉得说终于看到结果了，还是令我满意的，更加会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那这个就是你所抽到的牌卡。接下来是这一张，我觉得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个状态你有在不断的练习，有在不断的更新自己的技能，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熟悉，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就是在一些紧急的状态之下知道要如何的去应付。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讯息。我真的是会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那这个丰收你们的这个收获真的是十分的，这个就是属于你的，你懂我那种意思吗？因为你前面做了这么多，你前面付出了这么多，那这个成果它就是自然是该有你享有的，就是你很值得的，是值得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个就是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讯息。而且说实在的，我觉得你们是那种实干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说你们本身的一些人生的规划，你们不是那一种理想型的人。而且一句话说，我觉得就很像摩羯座、金牛座、土象星座然后就是有一点像是这个事情好，我必须要从实际出发，我必须要从实际考量，然后必须要从实际的角度去完成这一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我现在有些什么地方需要去补足有些什么样的地方我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的之类的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系列的状态。所以呢，我真的会觉得你们的成就，你们的收割就是属于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们前面真的是花了很多的苦心你们前面真的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不断的让自己提高，然后不断的让自己的状态变得更好，就是为了在最后收割的时候会得到自己想要的成果，而你们也会得到自己想要的成果。这一张牌卡
分成2个方面来看。我觉得说结合到我们前面所看到的牌卡，第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在你的这一个旅程之中，你有结识到新的朋友，又或者是建立了新的友谊，好，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那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一张牌卡新抽的这张牌卡，它其实也是在讲说，当你到了一个人生的新的层次之后，当你开始实现了你心中的理想，还有当你开始收割了你的梦想之后，会有一些新的朋友蹦出来。那我们来解释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都会认为的是这一个人或者是这一些人，他们是会跟你的想法还有跟你们的一些观念啊、价值啊各个方面来讲的话，都是十分的契合的，然后都是十分的，要如何的来形容呢？就是你们是站在同一阵线的。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他们应该不太会像是过往的人，不太会像是旧人，而是说他们会是一些新的人，或者是说新的一些人事物进入到你们的状况里面。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什么呢？我们结合到整体的牌面上面来看的话，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其实都是在讲说你会开始一个新的人生的旅途，又或者是说你会重新的调整你的方向。当你开始调整你的方向之后，你会遇到这一些跟你志同道合的人，这个时候你才慢慢的开始有一种越来越明确的感觉，就会觉得原来这一条路才是属于我的，然后原来这一条路才是最棒最好的。我觉得这一张牌卡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讲到的，而且我觉得说这一张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点，它会是在讲说一方面志同道合的人，跟你价值观相同的人，然后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它也会让你建立起新的人脉。因为这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像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这个情形，是在讲说你会开始一个新的旅程，然后你会在下半年开始收割嘛当你一旦开始收割了之后，我会开始认为你对于人生会有很多的新的想法，对于你的人生会有一些新的认知，然后再加上你会对很多的事情会出现不一样的态度。这所有的一切，我都会认为的是你会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不是说你过往的那些朋友对于来讲不重要，而是我会觉得可能你自己本身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吧。过往的那些人真的是开始离你渐行渐远，可能大家的价值观变得不一样，大家的想法变得不一样，或者是说大家对于某些事情的态度开始变得不一样，有可能会是基于这个部分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你会慢慢的更加倾向于结识新的人，更加倾向于结识那一些跟你有共同想法跟认知的人。你看，天哪，这一张下半年就是你的成就的时候这一张牌卡，我觉得这一组真的是十分的棒。我们看到这一篇一系列的其实都是在讲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你在上半年不断的不断的练习，然后不断的去看这个事情要怎么规划然后看这件事情要怎么办之类的。但是呢，你在上半年，我应该这么样子来讲，虽然说你也是希望可以看到成就的，毕竟有这么样的牺牲，还有这么样的一系列的努力嘛，对不对？但是呢，在下半年的时候呢，你会得到比你想象中的要多，你会得到的是成就。这一张牌卡我们必须要讲，我觉得可能它会更加倾向于是名声、名誉，还有你所建造出来的这种一些物质上面的成就，但是呢，它可能不太像是钱，因为这种感觉它其实更加会像是在说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你是一个很努力的人，然后大家都觉得你是个很棒的人，更加会像是一个人脉方面的累积，又或者是要如何来形容呢？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一个名声放出去了，更加会像是这种状态。别人方说人家会听到你讲到你的时候，都会给出十分正面的回应，都会觉得你是一个超棒的人，超好的人，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做事很利落的一个人。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有点反过来，你可能会结识到更多的人，因为结识到更多的人，让你的名声变得更好，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一张牌卡
在这边出现，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很有趣的原因哦，是在讲说，你让那一些曾经不相信你的人，或者是说用言语上面伤害你的人哈，你通过你的方式对他们啪啪的打脸。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哈，我觉得你的所有的动力吧，又或者是说你所做的这一系列的事情，这一张牌卡哈，很有可能就是你内心有一团火，这团火是你想要让它发泄出来的，然后这一团火你是希望它可以熊熊的燃烧起来的。因为这一张牌卡真的是一个很明确的牌卡，它就是 revenge， 它就是复仇还有报仇的一个意思。那在我们这一边的话，一方面你的成就是为了展现你自己，实现你自己，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觉得更加会像是证明的感觉。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吗？也就是在讲说，你想要向别人证明你是对的，你想要向别人证明这件事情是可行的，然后你想要向别人证明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和你所设想的是一样的，这件事情大家都说你做不来，大家都说你做不好，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子吗？我做不来吗？我做不好吗？我可以做得来，我可以做得好啊，那我就要展现出来。展现出来不单单是为了要啪啪打脸别人，同时间也是自己能量的体现。我觉得这一系列哈，无论说是复仇，还是说你对于自己的认可，或者是展现自己的实力，我觉得下半年对于你来讲都是哇，站在山峰之上的感觉。好，接下来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我觉得很棒哦。这张牌卡在这边，首先它会想要讲的是把你内心的想法释放出来，把你的本身，把你自己的一个状态释放出来。我觉得就是这张牌卡所带出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那这张牌卡之所以会被你抽到的话，我觉得也会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做真正的你，表现出真正的你，说你想要说的话，去做你想要去做的事情。你看这张牌卡是不是跟我们前面所看到的 revenge 报仇的这张牌卡，复仇的这帮牌卡十分的对应呢？也就是说，在你复仇的过程是释放自我的过程，然后是表现自我的过程，然后也是成就自我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我们看到这一边哈，我也有一种感觉，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之所以你会抽到这一张，很有可能是在讲说，会不会你之前你本身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比较保留的状态，或者是说不太愿意向别人展现自我的一个状态，有没有像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呢？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因为它有点像是互相作用哈，因为在下半年的时候你有更多的收获，然后在下半年的时候你有更多的一些成就，所以你可以更加勇敢的，更加自主的，然后更加像是这种腰板完全挺直的，向大家来表达你的想法，向大家来表达你对事情的态度。这一张，哇，这张牌卡在这边，就是这张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新的收获、新的开始、新的人生、新的起航哈，这个就是牌面上面所表达出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我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啊，真的会有一种很明确的感觉，你之前的耕耘，又或者是说你之前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希望说你的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你的人生会有一个完全新的开启。你自己有没有像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呢？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说，当你开始收获的时候，你同时间也会遇到那一些跟你志同道合的人，同时间你的手上已经掌握到了，同时间你的手上已经开始掌握到了一些成就，好，那所有的事情全部的都叠加起来的话，那这个其实它就会让我看到的是，你也相信自己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未来，然后你也相信自己正在建造一个新的未来。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觉得说下半年对于你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下半年对于你来讲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点，有很多事情的开启哈，一方面就是事件的开启，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的名声还有你的成就，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自我的开启，比方说你
是谁，如何的释放你的野心，如何的释放你内心的最真实的想法。然后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也会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开端，然后新的人生的起点。这个也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十分明确，十分重要的信息。所以啊，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啊，在遇到了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或者是说在前面耕耘了这么多的状态之后，然后终于哈，你可以为你自己建造一个开端，可以为你自己建造一个开始。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结合到前面的，我觉得真的是超级有趣的。让我们来解释，你还记得我们前面不断的在谈论到的有复仇，又或者是说有一些想要捍卫自己的这一系列的讯息吗？那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它其实会告诉我的是在说，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你之前所发生的这一些事情，的确有一些声音其他的一些声音会让你觉得是不舒服的，会让你是想要来证明你自己的，会让你是想要有一个人生新的开始和开端。而我们这一边，你看这两个联系起来，是不是你下半年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个开端，你会有一个新的开始然后你会有你想要的人生，但是同时间需要去做的功课，就是要跟你的过去说再见，然后要跟你的过去挥别，要跟你的过去的那一些不爽的那些声音来让它放下。换句话来讲，在上半年的时候，你有很多的一些声音，它对你造成了一些干扰，而这一些干扰的话，让你想要去证明你自己。那么在下半年的时候，你证明了你自己，那所以之前的那一些不愉快，还有之前的那一些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必须把它放下，必须让它告一段落，因为只有这个样子，你才可以享受你的新的人生只有这样子，你才可以享受你的新的开始。这一边，这张牌卡在这一边它会告诉我们的是仪式感很重要。我们所说的这个仪式感可能会是几个方面。一方面来讲的话，它有点像是当你遇到了一些事情，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就是遇到了那一些让你觉得不爽不愉快的声音，那么你可以通过你自我的一些仪式感，自我产生一个进化。为什么这张牌卡跟我们这一系列的牌卡连接在一起呢？我觉得就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告诉你自己本身，又或者是说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向你说，你可以在你获得成就之后，然后给自己一个仪式感，让自己可以重新开始，然后让自己可以放下过往。那这一个仪式感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开启你的新的人生，更好的开启你的人生的下一个步骤。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所以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有准备好吗？一个新的开始，让人觉得十分振奋的新的开始，必须要从忘记过去，原谅过去，放下过去开始。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三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